大家好，欢迎收看爱上电子。今天咱们看一下这个吸尘器的内部电路。这个吸尘器的内部电路呢，主要是用来调速的。它是通过我们的双向可控硅和 NE55配合进行调速的。NE55大家都很熟悉了，它的内部是因为有3个5K 的电阻形成一个分压电路，把我们的输入电源电压分成1份2份。然后这边是接地，具体的详细电路大家可以仔细看一看。下面我们看一下整机电路。NE55的1角是接地，8角是供电，2角是低电位触发端。当2角的电压低于1/3电源电压值的时候，2角受触发，3角输出高电位。6角是高电位触发端。当6角的电压高于2/3电源电压值时，3角输出低电位。7角是内部放电管。当6角受触发，3角输出低电位的时候，7角通过芯片内部向地放电。当2角受触发，3角输出高电位的时候，7角内部截止。4角是复位引角，当为低电位时，芯片停止工作。当4角为高电位的时候，整个芯片正常工作。3角就是输出端了。这个电路就是通过 LM555做成了一个单稳态电路，并且调节 RP2、RP1 就可以调节芯片的输出占控比，从而呢就能够改变触发可控硅的导通角，从而进行调速。这端是220伏输入，然后呢有一个公频变压器，把这个电压变成交流11伏，然后输出一个整流滤波以后达到一个12伏的电压，给 NE55供电。同时在这个2极管前边，我们知道整流桥输出的是脉动直流，这时 R2 和 R3 之间就会得到一个降低了一点的脉动直流。我们大家都知道脉动直流呢，它是有过零点的，也就是说电压为0的时候，这样就可以利用这个电压来触发2角。零线端通过这根导线接到可控硅的 T1 端。刚才我们说这根火线呢是通过这儿接电机，然后电机呢通过这个电感，然后接到我们的可控硅 T2 端。双向可控硅控制极受变压器刺激产生的电压进行触发。LM555组成的单稳态电路是这样工作的。当8角供电，1角接地的时候，这时电流通过 RP2、RP1、R1给电容硒2进行充电。由于6角为高电位，6角受触发，这时3角输出低电位，7角向内部放电。这时呢把这个电压拉低到一定的值。由于上电瞬间2角不一定受触发，所以呢那么3角始终是低电位，6角呢始终是低电位。当前边脉动直流过0的时候，2角电压由于低于1/3电源电压值，2角受触发，3角输出高电位。这个高电压呢通过这个电容，然后通过变压器这端到1角，也就是给这个电容进行充电。那么在变压器初级会产生电流，在次级呢也会产生电压，这时就会触发可控硅导通。当可控硅控制极没有触发电压，并且电源电压过0的时候，可控硅就会再次截止。由于555 2角受触发，7角内部放电管截止，所以电源电压通过 RP2、RP1、R1 给电容硒2进行充电，使6角再次受触发。电容上的电压通过3角，然后1角通过变压器的初级给电容进行放电。变压器的电压导向，我们知道负电压也是能够触发可控硅的。由于这个调速电路利用的是当2角受触发，3角输出高电位给电容充电，当6角受触发，3角输出低电位对电容进行放电，所以呢它充得电压时间越长，它输出的电流也就越大，可控硅受触发的时间也就越长，从而改变可控硅的触发角，对电机进行调速。改变了 RP2 和 RP1 的阻值，就能够改变硒2的充电速度，从而呢改变我们6角受触发的时长，从而对3角输出的高低电位进行控制，从而达到精准调速的目的。
好，今天咱们就到这里，谢谢大家，再见。